美国对韩国一边军事拉拢，一边经济打压，中国的对韩关系可以淡定处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最近，尹锡悦政府突然宣布要加速推进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韩国还在防御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歧视性的政策，引发了中韩关系全面恶化的担忧。对于中国而言，韩国是否全面站队美国，关系着美国对华芯片战争的成败，也就是与中美竞争的战略格局相关。那么，韩国真有可能全面倒向美国吗？其实，我们还需要换个角度，也就是站在韩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美韩关系、朝韩关系有密切相关。我们不妨先关注下韩美关系当前的本质。决定韩美关系的是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韩国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军事安全保证。在韩国人看来，美韩联盟的首要问题通常是朝鲜，因为这个联盟的存在基础主要是为了保护韩国免受来自北方的攻击，以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可以说，美国仍然是韩国不可或缺的、强大的和可靠的军事联盟伙伴。但是，在朝鲜拥有远程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安全承诺已经无法给韩国足够的安全感。这也是尹锡悦提出要自己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重要原因。尹锡悦在公开声明中坚持，美国和韩国将进行联合核战争演习，以巩固并扩大美国的核威慑。此言论构成了美韩沟通的混乱，其背后的信号是，韩国认为美国当前提供的核保护伞不够或不可信。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认为，美军在朝鲜半岛核威慑的脆弱性以及北方军事威胁的加剧，需要一套新的解决方案。而美国在核力量的部署上不大可能满足韩国的愿望，因为这又将触动中国、俄罗斯这两大邻国的战略安全关切。第二，是美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美国似乎在损害和蔑视韩国的经济利益。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经济治国之道是去全球化，这与中国的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退出 TPP 协议，推出了不包含市场准入条款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对韩国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美韩贸易关系中的地雷是拜登政府于2022年8月通过的为电动汽车提供歧视性补贴的法案，韩国官员将该法案称之为背叛。在这个问题的沟通上，占用了美韩政府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韩国相继派出贸易部长、外交部长、总理等高级官员，以美国的贸易代表、商务部长、国务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议员讨论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拿出合理的解决办法。韩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以及美国领导的旨在限制中国获得高端半导体芯片的四方联盟组织，并非真心，而是出于联盟义务，或者说是被迫的。韩国发布了期待已久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强调要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向中国保证合作的重要性。实际上玩的就是平衡策略。总体而言，美国对韩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边军事拉拢，一边军事打压。韩国因为在安全层面还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加入美国推动的经济联盟。但是韩国在经济合作上更大的伙伴以及更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这一边，这也导致了韩国参加的美国经济联盟很难变成真正的反华联盟。美国想利用安全威胁拿捏韩国来对付中国，而韩国呢，也需要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平衡美国的压力，以免自己的经济利益遭到太大的损失。这也意味着中韩保持良好关系，不但关系着韩国的利益，而且中国还是韩国对抗美国压力的筹码。中韩关系的前景也将因此而注定。基于不安全感的加剧，韩国将快速推进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但不会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韩国将加入美国的经济联盟，但不敢积极参加遏制中国。所以，未来一个阶段，
中韩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中国不需要事事惯着韩国人。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